面对歼20，美国空军把宝压在正在研制的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 NGAD 上，包括第5代有人驾驶战斗机和各种层次的无人机传感器网络与战斗管理系统、新型喷气式发动机等等。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呢，我们是听一听美国的空军将领们对歼20的看法。歼20战斗机是中国空军的中流砥柱，它的规模性的服役打破了美国对隐形战斗机的垄断，是真正的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美国人是如何看待歼20的呢？与美国网民和一些美国媒体无脑黑不同，美国空军对中国空军歼20的评价通常比较谨慎。根据美国战区网站和印度欧亚时报这些媒体的报道，上周美国空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对歼20发表了看法，包括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以及美国空军的空战司令部司令马克·凯利。他们都是在上周举行的美国空军与太空部队协会2022年航空、太空和网络会议上公开发表对歼20的看法的。外媒估计中国空军目前歼20战斗机的数量在70架到150架之间。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表示，他现在不会因为中国不断增长的歼20隐形战斗机的数量而失眠，但如果他的部队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不能继续快速发展，他就可能会失眠。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的意思也差不多，他说我们没有什么睡不着觉的，当然我们正在密切地关注他们，盯着他们的感受和操作方式。威尔斯巴赫还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在太平洋地区，在美国的第4代战斗机和中国的歼20进行了密切接触之后，美国空军从中学到了很多。威尔斯巴赫今年3月份在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举办的会议上，曾经首次透露美国空军的 F-35A 与中国空军的歼20发生过接触，但他表示他对中国空军展示的远程指挥和控制能力更感兴趣。中国的一些非常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得到空检500预警机的制导的帮助。美国战区网站也发表文章说，美国空军毫不掩饰地表示，他确实发现中国的新型空导弹令人担忧，并公开表示这些导弹是决定启动美国空军下一代 AIM-260 联合先进战术导弹研发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呢，美国空军空战司令部的司令马克·凯利的讲话可能更悲观一些。他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快速部署先进战斗机的速度几乎赶上了美国空军。美国已经告别了传统优势的时代，现在已经不具备常规威慑力量了。凯利表示美国空军需要60个多用途战斗机中队来履行所有的职责，包括国土防御、海外应急、海外存在和危机应对。但是目前呢，美国空军只有48个多用途战斗机中队。正常情况下，美国空军每年必须能够部署至少72架新战斗机，但这一目标无法实现。从这些外媒的报道来看呢，美国空军目前还不确定歼20战斗机是属于类似 F-22的空中优势战机呢，还是 F-35那样的多用途战机。面对歼20，美国空军把宝压在正在研制的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 NGAD 上，包括第5代有人驾驶战斗机和各种层次的无人机传感器网络与战斗管理系统、新型喷气式发动机等等。目前呢，一些技术已经在未公布的测试机和 F-22战斗机上进行了至少2年的测试，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呢完成研发。对于美国空军的这些举措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涡扇15发动机的研发，让完全版的歼20具备压倒美军 F-22和 F-35战斗机的制空能力，并大批量生产。值得庆幸的是，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我国的下一代先进战斗机也在研发之中。也许我们的下一代战斗机能够与美国同步推出。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